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更强的盖特机器人只是作品里比较像是敌方的存在。本集来看看由 POS Plus 出品的 Metal Hit 系列盖特龙世界最后之日版。登场于作品真盖特机器人世界最后之日。本款也是真的取自这部作品哦，而不是单纯的挂名商品。原作中与主角方的真盖特进行高速战斗而令人印象深刻。而在衍生的广播作品之中，有提到盖特小队依然有驾驶原型机当作旧盖特的后继机进行战斗。虽然性能很高，但在本作中的定位就是量产型的防卫机器人，多少还是有点唏嘘啦。盖特龙是对抗侵略者的战斗用量产型盖特机器人，与盖特原作里的定位不一样哦。主角群基本上没有常态性的以这一台机体来作战，反而因为剧情的发展是比较偏向敌人的角色哦，然后就被龙马开着理应性能差距颇大的旧盖特杀爆了，完全感受不到比旧盖特更强大的力量。虽然理论上要比旧盖特来大上不少啦，不过本系列也是无比例的产线，整体的高度大概在22公分。虽然是合金完成品，但重量上并没有太重，大概就是这么重。本款与原始的盖特龙配色不太一样哦，身体的浅蓝色与黄色裆部都改为比较统一的深色，还有红色。或者是为了强调身为反派的调性啊，所以改成这种色调之后，加上盖特龙本来就有点坏坏的脸，整体看来的确是比较像反派角色。本系列维持遵照原设定的方向，因此机身上并没有过多的刻线或者细节，整体身形也是往原作靠拢哦。不过虽然正面看起来很壮硕，可是侧面会有点太窄的感觉。全机都采亮面，但因为主色是红色，所以看起来胶感就比较重啦。盖特龙身上会露出盖特线的部分，就只有胸前的2条，这2条是金属底色加上透明绿零件，头条不错，有表现出不是很帅，但越看越奇怪的感觉哦。整个脖子都是复合式的结构，底部是单方向的拉轨，也具备前后可动，然后脖子的第2层也有一个单方向的关节哦，但是水平转动与倾倒都只有靠头部本身。身体结构为3节式，臀部2侧在水平转动的时候都会展开，左右倾倒仅能靠底部的关节，前后弯曲的幅度因为2段关节都有参与，因此表现不错。手臂转动没有问题，根部可以拉开，可以向前延展。肩膀装的是独立关节，伸展性表现出色。手臂水平抬举可以超过90度，上臂不能转动哦，下臂转动是齿轮关节。手臂弯举是单关节，可是可以超过90度，有附属4对的替换手手。大腿根部结构延续之前的盖特1，下拉之后，并将大腿外装甲的上层转向，就能让大腿前抬举幅度达到120度啦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弯曲是单关节，但可以超过90度。脚踝可以拉伸，不过这边有点硬哦。脚掌前后与左右接地都是齿轮关节。脚掌的前端有额外的关节哦，有附属了一个帅气的抱胸造型替换手臂，要替换的时候需要先把手臂给伸直，然后转向90度之后就会解锁，手臂就可以拆下来啦，再把抱胸的手装上去就完成啦。盖特龙的马赫飞翼没有旧盖特的帅，单纯就是一片硬质的披风，不过本款贴心的翻动部位采用了齿轮关节哦。要装上飞翼的时候，需要先把背后的外装甲给拆掉，然后整块装上去就完成了。设定上，在马赫飞翼展开的时候，肩膀装甲的长角会融在飞翼里面哦，所以本款也有附属2个替换造型的肩膀装甲，但是金色的尖角只有附属1对啦，因此你替换的时候也要跟着换上去。有附属2把盖特战斧，除了是斧头之外，也是钉头锤哦。武器的表面都有做涂装，不过我有一把斧面的涂装有一点脏脏的。有附属2块斧头回解的特效键，但有点意外的竟然是胶板啊，而且那个边缘还有被折到啊，这个感觉有点不好啊。要替换的时候，需要先把斧刃给拆下来，再把特效键给装上去。另外又附属1根长的握柄，用来连接2块斧头，就能够成为长柄的双筒斧啦。盖特龙的盖特射线是从额头来发射的，本款也有附属重现的特效替换键，不过要先替换掉原本的额头，换上有接点的额头零件，再把特效键给接上去就完成了。前面提到原作中的盖特龙是敌方的量产机，所以会被龙马驾驶的旧盖特给打爆，
因此本款附属了一个被砍爆瞬间的特效键哦，替换的时候会有一点麻烦，需要先拆掉前胸的外装甲，然后将上胸整个拆开，再将附属的特效键装在身体与上胸之间，就可以重现原作被腰斩的经典画面啦。有2个附属的口罩替换键，一个是备品，一个是金属野兽龙的替换键，所以金属野兽龙的口罩要是坏掉的话就没有得换咯。本款有附属整套替换键来重现金属野兽龙。首先将头部还有口罩整个替换掉，跟原本不同的是，头部两边的银色角会变成有角度的金色角，还有头后面的冠形状不一样哦，以及口罩的末端角多了一个角度。接着替换掉前胸的外装甲。跟原本不同的是，绿色盖特线的位置末端会多翘起一个角。继续替换掉肩膀装甲的金色尖角，跟原本不同的是，造型变成有螺纹哦。然后替换掉手臂的盖特臂刃圆锯，跟原本不同的是，造型变成直角三角形。再来替换掉裆部的整块零件，跟原本不同的是，黑色三角形的位置还有角度不一样。最后替换掉小腿前面的外装甲。跟原本不同的是，黑色箭头的角度是相反的。金属野兽龙在原作中已经不是人类的早乙女博士，联合2个也不是人类的博士一起驾驶的盖特龙。这台盖特龙的威力更加强大哦，各方面的性能都远超过原本的量产型盖特龙，甚至足以对抗盖特小队所驾驶的真盖特啊，而且还一度占了上风。本款又附属一块变形到一半的零件，主要是重现原作中与真盖特战斗的时候，早乙女博士在合体的瞬间被盖特小队抓到的样貌。零件需要装上金属野兽龙的头部，以及前胸的装甲，还有左右肩膀的装甲。另外，喷射口可以使用同系列盖特2附属的喷射特效键哦，可是我没有。金属野兽龙在原作中口罩可以拆下来当回力镖，这个时候就会露出变异的脸部。本款也就有附属变异脸部的头雕可以来做替换哦。另外还有剧中一度占了上风，直接嘴巴张开咬住真盖特脖子的开嘴替换脸。不过这边要注意一下，盖特射线的特效替换额头只有装上口罩的头雕可以使用哦，变异的2款脸都不可以换。最后是地台支架，第一台没有特殊造型或是文字哦。另外本款还有附属2块可以贴在脚底的止滑贴纸可以选用。原本应该是强烈的后继机种啦，不过剧情的需要成了量产型的反派角色。虽然一度像是免洗杂鱼般被主角群给消灭，但变异后的金属野兽龙与真盖特的精彩战斗，也让这台机体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哦。本款在成品表现方面算是水准之作，比例与造型都有把握住原作的风格哦。侧面虽然有一点过于单薄，可是整体来说外形的分量感还是有到位，顶多这涂装上红色真的是显得焦了点啦。而强大的可动把玩性与丰富替换零件的附属，玩起来也确实是有一点意思哦，尤其是可以替换成金属野兽龙的部分。总之，单就同样以世界最后之日版的盖特龙来说，商品化的数量还不算少啦。近期也有厂商推出蛮具有吸引力的竞品哦，可是本款可以重现金属野兽龙，这点对我来说更具吸引力啊！毕竟是个反派机体，印象中好像是初次量产商品化耶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